我发现，哇哦，在天上总是会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。天上，嫦娥。我这里指的天上，在乘坐飞机的时候。OK。本人有幸第一次坐飞机出国游玩，是托李总的福。哎呀，那一辆航班上面全部都是外国的工作人员，国际航班。对，第一次出国，我属于那种我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但是对方一旦有一点口音，我就听不懂。然后你越怕什么越来什么。那对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印度的空姐，印度空姐摇着头就来了。哎，答应啊，你好你好。Can I help you？ 然后他把菜单递给我了，我就把那菜单接过来，我说哦 ，Thank you， 哇哦。翻开那个菜单，第一页全英文，2眼一黑；第二页还是全英文，2眼一黑又一黑。因为我特别怕就是在外边被外国人看不起，说你英文不好或者怎么样的，我就看了半天。我I'm not hungry, thank you。你知道他说的这句话最吃惊的是我，因为我这辈子没有听过他说我不饿这3个字。因为那飞机上一共有2餐，你第1餐你说你不饿，你昏过去了；你第2餐你要还不饿，那你太厉害了。然后最后1餐的时候，我实在不行了，整个人嘴唇发白，躺在那里装死，不行，我得吃。然后那个飞机上提供流食，然后直接给个管儿，有点饿。最后用尽我毕生所学，看到这个 beef， 哇哦，牛肉可吃 ，beef， noodle 好，牛肉面来一个。好吓人。上来松了口气，确实是一碗牛肉面，但是那种牛肉意大利面，他给了我一些那个刀叉，我实在是用不惯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我就举手，我 hello， 摇着头又来了 ，Can I help you？ 然后我说要个筷子，但我实在想不起来筷子怎么说，我说I want this， 好，然后一口就 no smoking no smoking。No smoking，No smoking。飞机上不让抽烟。我说 no smoking no I know I want this I want this。来一条。Wait a minute。然后之后他去拿，我以为他听懂了，我以为他还给我一双筷子。啊，拿了个什么？然后给我拿了一把剪刀。哎，这个很像啊，剪刀差不多啊。剪刀是管制刀具，用完一定要还给他的，他就看着我。然后我就硬着头皮拿那个剪刀对着那个面条剪了2下。你要是那个面条长一点，拿叉子转还能送到嘴里。对啊，全剪短了，真的变流食了。我只能拿那个叉子当勺子用。我怕别人就是说对中国人有什么不好的印象，然后我下车的时候唱了一首韩文歌《乌里萨》。跟你一个的路子我也遇到过，那个坐的航空好像是澳大利亚航空还不是什么的，然后是一个阿姨，年纪大的一个这样的空姐来服务哦。然后她那个因为是长途的飞行，大概10几个小时，但是他们那个航空公司是不发拖鞋的，是发袜子的。袜子当时我就一下子想不起来袜子怎么说了，但袜子我因为当时英文不是很好，对 ，socks 对吧？是 socks， 可是我当时就混的了，一个 socks 一个 sex 都混在里面了。socks， 就我真的，然后我就对着那个空姐嘛说 sex， 我说啊，我就比划，我说啊那个sex， 那个空姐懵了，你知道吗？后来空姐吹着萨克斯出来了。回家梆梆梆 ，You know me， 梆梆。就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到一位我特别好的朋友，近2年来让我笑得最大声的一个女人，她的名字叫做嘻哈，她是一位优秀的空中乘务人员，每天给我讲那些很奇葩的，她碰到过就是很匪夷所思的乘客。就是前2年嘛，他上飞机检查，就是起飞前的安全检查，看了一圈，哎，看到一位男士没有戴口罩，说：“这位先生，麻烦请戴上您的口罩。”然后那先生把那个包从那个行李架上拿下来，没戴口罩，摸了一个头盔出来。有病！他中间吃饭呢，就是这样。
他这儿打开都只能开到这儿。空姐问他要什么，还要挑着，当当当。哎呀，所以说，就是我希望大家在坐飞机的时候呢，少给我们的乘务人员增添麻烦，再就是大家就多多自觉，然后那个一起守护我们的美好的航空环境。谢谢。下面有请到我们的张鹤伦先生带来提案。我发现，只要拍板足够快，没有矛盾，只有爱。要说到那个我跟我媳妇儿的婚姻爱情故事了，我们两个呢结婚了快15年了。结婚来说可以用一个快字来形容，有人可以算闪婚，闪婚，俺叫魏淑芬，7年未婚。相声演员输呀这样的，啊，你不了解我，我经常出现这种。他一贯都这样。正常啊。我们俩结婚应该是到今年来说可不到15年，但是我们当时刚认识的时候呢 ，QQ 聊了得有半年，我们就结婚了。在哪儿结婚啊 ？QQ 空间吗？线上办了一婚礼，葬爱家族游轮。今天晚上才刚给对方充了 Q 币，对 ，Q 币穿衣服，买新郎官衣服啊，还挺浪漫的。你看兑现承诺了，我们两个就走进了婚礼殿堂。然后我们俩生活当中比较快，用一个快字来形容我，也形容他。怎么快？为什么说快呢？有次做饭呢，那天啊是烙那个馅儿饼，馅饼这是韭菜鸡蛋的。刚开始我特别爱吃这个，但是通过这一次之后吧，就是告别了馅饼了。怎么告别了？对我媳妇儿呢，就那意思，吃馅饼呢，你少吃点油，对你健康。哎，但是我认为啊，馅饼这个东西你少放油，它两边都干巴了，不香，就不好吃了。我说你多放点油，那馅饼你看市场卖的，最起码它都软和的，这得有油吧？对，透着那油，对。然后他就因为这个，你是在说我吗？是我烙的不好吗？你吃几回了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紧接着，眼泪，唰就哭了。我说什么了？我说好好一个馅饼，那不吃不就得了吗？不吃咱就没有矛盾了。我就把馅饼扔到那个垃圾桶里了。那时候正在和面的阶段。对，凡事很果断。今天晚上咱们吃面条，变成吃面条了，没有纷争。面条还是用里面扔进来的面再拿走再扯。这真是那样的。后来吃的面条，包括我俩洗澡吧。那个用那个浴花，我媳妇儿就比较挑剔。每次呢，我洗完之后啊，我就喜欢搁到这儿。我媳妇的意思，你得挂起来。我说这个浴花不挂又能怎样呢？对不对？不挂咱们不也能正常能洗澡吗？他说那为什么浴花上面有个绳啊？人就让你挂起来的。对，我说我就不挂。哎呦，你挺硬啊！然后我媳妇就把浴花往地一扔，你爱洗不洗？她就走了。从此之后，我们家到现在啊，就是洗澡来说都用手。家里现在馅饼也不吃了，浴花也没了，再过几年就是毛坯。我俩产生这些矛盾，基本上就是因为什么东西咱不要产生矛盾，因为什么矛盾就扔什么。对，你们遇见教育问题怎么办？哎，孩子不要了，这孩子随谁呢？随你不行，随我不行，算了，随隔壁二大爷吧。哇塞，那也没那么心宽啊。孩子还得要，毕竟我那是亲的。哦，谁的不是亲的？后来反正我们俩这个爱情故事吧，全是因为一个字儿，就是快。那你现在跟他积累的矛盾已经不是一点点了吧？不是，我们现在没有什么矛盾啊，有什么东西啊就不要了，不谈了，不说了，我就是这样的。当然了，我们这段说爱情故事不一定适合所有人，那肯定不适合呀。不适合所有人，不适合任何人。就是因为你们家一有矛盾你就扔东西啊，然后而且从来不解决它，这可能就是他们的解决方式嘛。哎，这是两口子嘛，过日子是小矛盾来说，毕竟那个男子汉嘛，还得承认错误的。因为你道歉不是因为怕，是因为你爱他。对，对不对？而且解决问题啊，我们俩的这段爱情可以用几句话来形容吧，就是对于我当时的状态来说，用薛老师的几句歌词，啥？对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带来了我的快乐，这个世界有了颜色。你像天外来物一样，让我求之不得。我在忽近又忽远处，用明天等你。厉害哇！我以为你们家是薛老师那个歌词，你要我怎样？你要
我怎样啊？我怎样？你要怎样？我怎样？该配合你演出的时候，我已经出现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，太过分了吧？最终结果还是这样，就是这服软，为了和谐是吧？对对对，为了过日子嘛，是过日子两口子难免有磕磕绊绊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只要你啊有一点责任心，有一点担当，敢于道歉，敢于承认，这都是生活当中是一个对的决定。就有些事儿啊，确实是不能犹豫，必须得果断。但有些事儿呢，确实咱们还是要纠结纠结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，买东西的时候有特别纠结的时候。其实我就是男生嘛，脸上容易出油，挑洗面奶的时候选去油厉害的，但是又怕脸皮给洗薄了；挑温和的呢，又怕洗不干净还长痘。直到我发现了芙丽芳丝新出的净澈控油洗面霜，氨基酸表活成分达到了88%，特别温和，还添加了微米火山泥，去油特别厉害，还防痘。我一看牌子大，成分好，不纠结了，直接买。好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我发现有人动过我的床，一撮毛。我发现我枕头的位置变了，我发现了这个玩具，起来。七区独立支撑，随你折腾。正反不同睡感，软硬双睡。立体透气结构，彻夜干爽。深度好睡眠，床垫喜临门。那行，那今天各位掌声疯狂来了！我们最后一个提案，孟鹤堂，压轴提案。我发现地球人有一些人燃点很低。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啊，你说着说着话，他就燃起来了，就嗨了，突然就嗨了，把你就带起来了。请讲，就是现场就有这么一个人，就是谁呀？就是他烧饼咋了？他燃点极其低，你承认吗？承认。到这点了，我不想跟他辩论了。我们在录自己的团综的时候，我们录了1、2、3季，第3季一开始的时候，节目组就出现了一个事情，突然间拿出一份合同，让烧饼签。这份合同是什么呢？禁止烧饼破坏道具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玩游戏的时候就很认真，就会上头，一上头燃点就起来了，就燃烧起来了，就是这种状态了，变身了。印象最深的大磨盘啊，那种磨盘你知道吗？驴拉的那种磨盘啊，驴拉的磨盘。饼哥过来，哇，磨盘给周翻了。旁边的驴看着说：“真是真驴啊！”我但是我以为烧饼已经天下无敌了，还有比他更烧的哇！来我们节目还有一个人，我天哪，烧饼在他面前就是弟弟。天哪，谁啊？谁来了？这个人，我想大家可能有合作的人，他就是向左啊。快讲，我好想听。那天录节目分2个队，我跟饼哥我们是一个队，贺伦跟那个向佐他们是一个队的。对。然后突然间有一个环节就是把我堵在船上了，其实我是他们队的卧底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没有必要跟他们僵持，就我们仨人，我就跳出来，我说：“我是你们的卧底。”我还模仿向佐，我说：“哦，咱们是队友哦。”他上来啪一下就给你。然后向佐说：“我看你像坏人。”一个双风贯耳，是用力的那种吧？用力的那种。在练武之人的手下呢，他轻轻碰到了你一下，就是要你命的，你知道吗？咔！我这是我录的是哪个节目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还给我来了一套组合，你懂吗？我说左哥，我是你们的队友，左哥，我是卧底，我说
上劲儿了，上劲儿了。我懵了，当时啊，然后我都快跪下了。我说我错了，我真的是卧底。完了，后来他俩商量半天，他说可信不可信呢？先信他吧，反正可信不可信，先打你一顿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然后我说要留那边，向总说你跑不了，很恐怖。好想看向东老师跟吴京老师一块录节目。我那天有一个乌龙事件，因为我有一个胶囊藏在我身上，完了我就是众矢之的了。我最怕的就是这个，你知道吗？都盯着你啊！所有人都来抢，第一个抢的还有他啊，因为他知道我不是他们队的了，他开始上手抢了。你知道炳哥这个力量是我抗拒不了的，但是我是谁能治炳哥？我突然就想到，我向佐，我说向佐，你快来救我！向佐好，过来啊！当时我就是被向佐治，真的是一物降一物，到最后大家就都在抢我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那个中间有一个池子，是有水的，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就趟着水，我就站在水中间了。我说你们谁都不要过来，谁都不要过来，谁都不要找我，还逼疯了。向佐那边开始脱鞋。我说咱俩不是一伙的吗？我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啊！过来，直接把我从水里扛到了岸上。哎呦，莫名其妙。然后他就过来了，他们两人开始 battle 起来了。但是我在中间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中间，他们俩开始啊！我在中间啊！前后两座大山夹着我，当时我都快死了，窒息了。我最愤怒的是什么？游戏已经结束了，有结果了，节目组为什么不喊停？我当时都快气死了。然后我就把他们俩，我就从那个他们俩腿底下钻出来爬，我又爬到水里，我说节目组，我真的。我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。明白。越燃起来了，燃起来了。我可以有一个感言吗？你别感言了，赶紧躲起来吧。向佐这段他要听到了，来的路上了已经。就是因为跟向佐老师我们认识很长时间了，知道他是大概这么一个状态。我往回拉呀，瞧吧，往回拉了，让我拉一下，就你拉他回来，希望能够播出去啊！跟向太说，来。那我就不讲那个他拿鞭腿踢我的事儿了哈。你讲，来听，咋的？说了啥事儿啊？就是有都录完了，他这都撕完了，然后呢，正好在上海的黄浦滩，然后我们在这个船上嘛，就后边夜景非常好。然后岳云鹏说：“哎，炳，咱哥俩照张相吧。”很正常的一句话。然后我们哥俩就搂在一块儿。我学向佐，我来岳哥，岳哥搂在一块儿，对面就开始照相了。向佐变螃蟹了啊！然后那天我就戴了一个林德伯格的眼镜。还蛮贵的啊，然后我俩说，哎，老师，受累，帮我们俩拍一张照片，然后，真的吗？当时所有人全懵了。等一下，眼镜呢掉黄浦江了，然后就眼镜就这样了，然后就现场所有人都看我，完了，炳哥要爆发了。结果我压下来了。不是他爆发不了，根本干不过向佐。烧饼现在很后悔那天压下来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已经快结束了，而且马上宣布我当副总，我不能惹事儿。你看，烧饼。你刚才这故事惹的事儿就不小，不要这样，这样圆不回来了。你坐下，你太燃了，你信任我。他只是有些东西很突然，我有一次跟他录节目也是的。明白。我们在踢足球的时候，他好像是我队友，也不知道，我就忘记他是什么位置的。我踢足球，我跑得挺好的，我在踢球。突然间我就发现有一个人把我抱起来了，没有道理的，把我抱起来以后就往门里面摔，然后哇就丢进来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，我都怀疑是不是橄榄球，是不是我玩错了？对，就有那个感觉。我现在最想看的就是耀庆哥和向佐一起录节目，因为我们以前跟耀庆哥录节目，他也是属于那种疯的。
因为耀庆哥他最擅长的一个招就是巴西柔术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巴西柔术最厉害的就是用脚盘住你的脖子，锁你的喉。但是普通人勒一会儿大概10几秒你就受不了了，但是巴西柔术你只需要快速的拍对方的身体或者拍地面，就知道你可能有点憋，就会这样松开。耀庆哥一般锁住我的时候，我拍地，他会再送我5秒。耀庆哥，那5秒，我看见了我的一生，真的。而且我记得那一次巴西柔术是真的找巴西人教我们，然后那个人说我们可以在他那儿试一下，然后就我们在巴西教练那儿试一下我们的劲儿有多大，让耀庆哥去试那个巴西教练，巴西教练勒到巴西教练拍了。巴西人拍了以后，耀庆哥送了他10秒。超级好笑。然后我第一次看到巴西人翻中国人那种白眼。我们当年一起录节目，那个节目还有薛之谦，我把这个故事讲给薛之谦，薛之谦说有那么难受吗？那天晚上杀青宴，我说薛之谦你试试，送了他8秒。哦，真的，我看到我太奶了都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块红烧肉还没到嘴里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有好多这种就是爱运动跟这种有时候这个会武术的，他禁不住。我跟黄景瑜录像，每次一录竞技性的对抗的，都是感觉不是说好了你跟我玩玩，不是，他就感觉我玩玩你。就你感觉一直他是他的玩具，然后被他折叠在那儿，跟螺丝方块似的。他其实没有恶意，他就是跟你这玩，然后就变成他的玩具了，就是这么点事儿。其实把向佐老师请到节目里来了，就是让他玩玩我们，一起玩玩开心。其实啊，有些事儿燃点低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人他有激情。这是要啥事儿呢？燃点都低啊，他指定是缺觉闹脾气。轮儿，咱俩比划一下。哟，到我了。哎，要想睡得香，来张喜临门床垫啊，咱往床上这么一躺，就这么一躺，哎，深度睡眠不缺觉，哎，敲锣打鼓闹不着，一觉醒来精神好，包袱准能个个妙。有了喜临门，美梦乐陶陶，喜气伴逍遥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得给我们孟鹤堂一个这个，这太燃了，谢谢，这给您啊！哎呦，感谢，讲的特有激情啊，了不起啊！来，谢谢迪哥。鹤堂，保护好自己，接下来的日子，没啥事别去香港玩啊，最近。我觉得最后这一趴烧饼也帮了很多的忙，快给我帮烧饼拿一个，对，烧饼拿一个，来，那我带你送过去了。好了，带我，脚实在不方便了。好嘞。哎，所以我当然希望我们这边能赢啊！今天这边德云社，然后每个都非常精彩啊，刀枪剑戟都讲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大家真的应该给那个德云社厂牌投票，尤其是给孟鹤堂投票，危险。